今晚有一个安静却重要的时间段，可能影响你的膝关节能否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凌晨2点到5点之间，身体进入深层恢复状态，关节软骨和周围组织也需要稳定的营养支持。很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很注意养生，却忽略了睡前吃什么，结果膝关节在夜里得不到真正需要的保护。在凌晨2点到5点之间，关节软骨会进行重要的代谢修复。白天长时间站立、行走，膝关节会承受持续的压力和摩擦。此时，身体需要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前体和抗炎营养素来帮助维持正常的关节功能。但这些营养必须提前进入血液，才能在夜间发挥作用。问题在于，很多人虽然吃了蔬菜，却吃错了方式。某些蔬菜如果只生吃，或者烹调方法不合适，其中的关键营养素吸收率会很低。比如一位63岁的男性患者，每天都吃蔬菜，早上也补充钙片和氨基葡萄糖，可检查时仍发现膝关节软骨厚度持续下降，上下楼梯时疼痛明显。原因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时间和吸收方式都错了。早晨补充时，夜间修复窗口早已结束，生吃的蔬菜也没有释放出足够的有效营养。多年坚持看似健康，却没有真正送到关节最需要的地方。我调整了他吃的蔬菜种类，也改变了烹调方式和进食时间。8周后，他的膝关节沉僵时间明显缩短，复查时软骨相关指标也第一次在多年后趋于稳定。下面这6种蔬菜，如果用正确形式吃下去，就能在那个3小时窗口打开时逐渐进入血液。你每拖延1个晚上，关节软骨就少了一次真正修复的机会。请一定看到第2种蔬菜，因为它的处理方法会让吸收率提高很多倍，而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诀窍。相关资料都放在下方说明栏。开始之前，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今晚来自哪里，我会亲自阅读并回复每一条留言。现在我们先从第6种蔬菜开始，它每一口都含有丰富的护关节营养，比许多补充剂更贴近日常饮食，但前提是你吃对方式，也吃对时间。第6种，秋葵做成睡前冷藏胶冻。很多人对秋葵在关节保护方面的作用并不熟悉，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值得被放进这份名单。它的果肉粘稠，切开后会有细丝拉出，这种粘液正是它护关节的核心所在。秋葵被忽视，是因为大多数人只把它当成普通蔬菜来吃，从没想过它和关节有什么关系。秋葵富含粘液多糖，这是一类天然的植物胶质成分，结构上和关节腔内滑液的部分成分相近。关节滑液就像2块骨头之间的润滑油，帮助减少摩擦。一项2021年发表在《食品功能》期刊的研究指出，秋葵粘液多糖在体外实验中表现出与关节软骨保护有关的生物活性。秋葵还含有维生素 K， 维生素 K 参与骨钙素的合成。骨钙素是一种帮助钙质沉积到骨骼和软骨区域的蛋白质。2022年骨骼与矿物质研究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维生素 K 摄入较充足的人，膝关节软骨丢失速度更慢，但真正改变效果的是新的吃法。不要只用传统方式炒秋葵或水煮秋葵，你需要把它做成冷藏胶冻，保留那些在高温下容易流失的粘液活性成分。秋葵加热超过85摄氏度，粘液多糖的结构会开始变性，粘性明显下降，活性也随之减弱。冷藏处理则能让这些成分保持更完整的形态。正确做法是把秋葵洗净，不要切断，整条放入水中，加热到刚好变软，大约75摄氏度，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捞出后立刻放进冰水里降温。这一步叫做冰镇定型，能锁住粘液不继续流失。冷却后，把秋葵竖切成细条，放进玻璃小碗，淋上1茶匙亚麻籽油，再加少量海盐，放入冰箱冷藏至少4个小时。睡前取出直接食用，不要再加热。每晚大约吃6到8条，就能提供相当数量的粘液、多糖和维生素 K， 而且形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把它想象成给关节腔提前备好润滑原料，在你安静休息时慢慢送往最需要的地方。现在我们继续看第5种蔬菜，它保护的不是同一个层面，而是关节另一道重要防线，那就是把紫甘蓝切丝做成睡前发酵小菜，新鲜食用。紫甘蓝是很多人餐桌上的常客，但大多数人只是随意炒一炒或者做沙拉，从没想过要用发酵的方式来吃它。
这种深紫色蔬菜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花青素正是一类重要的抗氧化成分，能帮助关节组织对抗炎症和氧化压力。紫甘蓝和普通甘蓝最大的不同在于花青素浓度。2021年发表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紫甘蓝中的花青素含量远高于绿甘蓝，而且其中的矢车菊素、糖苷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抗炎活性。关节炎症是软骨磨损加速的重要推手之一。如果炎症信号持续存在，软骨细胞的修复速度就会跟不上损耗速度。花青素能够帮助抑制部分炎症通路在夜间修复窗口中，为关节创造更有利的环境。2020年营养素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连续摄入富含花青素的发酵食物与膝关节炎症相关指标下降有关，时间通常在8到10周之后出现变化。现在关键吃法来了，紫甘蓝要切得非常细，越细越好，细丝的切面越大，发酵过程中细胞破壁越充分，花青素释放越彻底。取大约200克紫甘蓝，切成细丝，加入半茶匙海盐，用手反复揉搓5到8分钟，直到出水变软，然后加入1汤匙苹果醋，帮助启动发酵，也能稳定花青素的颜色和结构。因为花青素在酸性环境中更稳定，把揉好的紫甘蓝丝连同汁液一起压进玻璃罐，排出空气，在室温下放置24到36小时。你会看到颜色变得更深，闻到轻微酸香，这是乳酸菌开始工作的信号。发酵完成后放入冰箱冷藏，每晚睡前吃2到3汤匙，不要加热。研究人员发现，花青素进入血液后，向关节组织的分布需要数周积累，不会一夜完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关节慢慢加上一层抗炎保护，一天一层安静的累积。现在我们来说第4种蔬菜，它的作用方式是我第一次读到相关研究时也感到意外的地方。在继续之前，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并订阅频道，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你看待健康的方式。第4种，西兰花芽苗菜，做成睡前冷压蔬菜汁。西兰花几乎人人都吃过，但西兰花芽苗菜是另一回事。它是西兰花种子在播种后3到5天采收的幼嫩小芽，体积很小，看起来普通，却是萝卜硫素含量最集中的食物来源之一。萝卜硫素是一种来自十字花科植物的天然化合物，被研究人员认为是目前发现的能够激活细胞内抗氧化防御系统最有效的植物成分之一。它激活的路径叫做 NRF2 通路，这条通路被激活后，细胞会启动一系列自我保护机制，生产出谷胱、甘肽等内源性抗氧化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多次发表与萝卜硫素相关的研究，其中一项指出，西兰花芽苗菜中的萝卜硫素前体含量可以是成熟西兰花的数十倍。2022年发表在《关节炎研究与治疗》期刊的一项研究，专门关注了萝卜硫素对关节软骨细胞的影响，结果发现它能帮助抑制软骨降解酶的活性，这类酶正是加速软骨磨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西兰花芽苗菜一旦加热，萝卜硫素的前体物质和负责激活它的黑芥子酶就会同时被破坏。没有黑芥子酶，萝卜硫素根本无法从前体转化出来。高温是这个转化过程最大的敌人，所以西兰花芽苗菜更适合做成冷压汁，在睡前饮用。做法很简单，准备大约50克新鲜西兰花芽苗菜，放入冷压榨汁机中，再加入半根小黄瓜，增加汁液量，以及1茶匙亚麻籽油，帮助脂溶性成分吸收。建议在准备睡觉前大约30到40分钟饮用。汁液中的萝卜硫素会较快进入血液，因为液体省去了部分消化过程。随后它会被输送到关节滑膜和软骨区域，在你进入深睡眠阶段时，帮助抑制炎症信号，并为软骨细胞创造更稳定的修复环境。2023年食品化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处理方式，发现冷压处理能保留最多的萝卜硫素活性，相比高速搅拌和加热处理具有明显优势。坚持摄入的时间通常需要10到12周，关节相关指标才会出现较明显的变化。不要因为短期没有感觉就停下来，软骨修复本来就是慢速的过程。现在第3种蔬菜开始变得更加特别，因为接下来这种植物很多人可能每天都在吃，却从没用对过吃法。第3种，姜黄嫩叶粉加入温热睡前骨汤中。
大多数人听到姜黄，第一个想到的是厨房里那块黄色的根茎，但姜黄的嫩叶是另一个营养来源，在东南亚传统饮食中已经使用了很久。近年来，营养研究才逐渐关注到它对关节健康的具体价值。姜黄嫩叶含有姜黄素，这是姜黄家族中研究最深入的活性成分，与抑制多条炎症信号通路有关。它还含有姜烯酚类成分，以及一种较少被普通人提到的去甲氧基姜黄素，与调节关节滑膜炎症反应有关。关节滑膜发炎是很多膝关节疼痛的直接来源，而夜间正是炎症因子活动的重要时段之一。2021年发表在《植物疗法研究》期刊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观察了姜黄素补充对膝骨关节炎患者的影响。经过12周后，摄入姜黄素相关成分的组别在关节疼痛评分和炎症指标方面出现明显改善趋势。研究人员认为，姜黄素对 NF-κB 信号通路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其减轻关节炎症的重要机制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直接吃新鲜姜黄嫩叶并不现实，普通市场不容易买到，而且新鲜叶片的姜黄素含量远低于干燥粉末。干燥处理会让营养变得更集中，更容易保存。制作时最关键的是温度控制，无论你用骨汤还是蔬菜汤，都建议加热到大约6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粉末充分溶解，却不会明显破坏姜黄素的分子结构。如果把姜黄粉和汤一起煮沸，超过90摄氏度的高温会加速姜黄素降解。取1茶匙有机姜黄嫩叶粉，加入1碗温热骨汤中，搅拌均匀。再加入非常少量的黑胡椒，黑胡椒中的胡椒碱，研究显示可以将姜黄素的生物利用度提升数倍，原因是它能抑制肝脏对姜黄素的快速代谢，让更多有效成分有机会进入血液循环。骨汤本身也有2个作用，它提供脂溶性营养吸收所需的脂肪，同时含有甘氨酸，有助于放松神经系统，帮助更快进入深睡眠。睡眠质量越稳定，关节夜间代谢修复的时间就越完整。在睡前20到30分钟饮用。2022年营养素期刊的一项初步研究追踪了夜间饮用姜黄骨汤的人群，发现部分参与者的晨姜时间明显缩短，膝关节活动范围也有所改善。这说明一杯只需要2分钟准备的睡前饮品，可能帮助你的关节在夜间修复得更充分。第二种非常有意思，它不是来自那个大家熟悉的橙色蔬菜，而是来自一种常被当成野草忽略的植物。第二种，蒲公英根做成冷泡浓缩液，睡前饮用。几乎每个人都见过蒲公英那种路边随处可见的黄色小花，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蒲公英的根部含有与关节健康密切相关的植物营养素，而且在某些方面并不输给昂贵的保健品。蒲公英根富含菊粉，菊粉是一种益生元纤维，能够选择性的喂养肠道中的有益菌。这和关节有什么关系？肠道菌群的平衡状态与全身炎症水平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某些肠道菌群失衡的人，体内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更高，而关节慢性炎症正是由这些细胞因子持续驱动的。2020年发表在《分子》期刊的一项分析，比较了蒲公英根提取物对炎症通路的影响。结果显示，蒲公英根中的倍半萜类成分在体外实验中表现出对多种炎症介质的抑制活性。蒲公英根还含有塔拉克酸，这是一种5环3萜类化合物，与调节关节滑液粘度有关的研究正在逐步积累。你的关节滑液如果粘度下降，就像机器里的润滑油变稀了，摩擦和磨损都会加剧。这里的新吃法是把蒲公英根做成冷泡浓缩液，真正关键的不是简单泡水，而是泡法。要使用干燥蒲公英根，不建议用新鲜根部，干燥过程会让植物细胞壁破裂，菊粉和活性成分更容易在冷水中缓慢释放。取大约3汤匙干燥蒲公英根碎，放入一个玻璃罐中，倒入500毫升常温纯净水，盖好盖子，放入冰箱冷泡8到12个小时，也就是白天提前准备好，晚上睡前取出。2021年食品研究国际期刊的一项分析显示，蒲公英根在冷泡条件下，菊粉的释放量比热水浸泡更稳定，且不会破坏对热敏感的倍半萜类成分。只泡3到4个小时，释放量会明显不足，时间的差别可能决定你真正喝进去多少有效成分。建议在睡前大约40分钟，取出大约200毫升冷泡液，加热到60摄氏度左右再饮用。
不要直接喝冰凉的，避免对肠胃造成刺激。不要加糖，糖分可能影响菊粉在肠道中的发酵效率，让益生元的作用打折扣。如果味道略带苦味，可以挤入少量柠檬汁，帮助掩盖苦味。同时，维生素 C 也有助于稳定部分活性成分。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一项观察性研究追踪了78名55岁到70岁的膝关节炎患者。参与者连续14周在晚上饮用蒲公英根冷泡液，结果显示部分参与者的血清炎症指标有所下降，同时关节层僵持续时间也缩短。睡前饮用之所以特别适合，是因为肠道菌群在夜间有更充足的时间处理菊粉，代谢出短链脂肪酸，而短链脂肪酸正是帮助调节全身炎症的重要信号分子。把这杯液体放在晚上喝，就像给肠道菌群安排了一整夜的工作时间，让他们在你安静休息时帮助调节影响关节的炎症环境。现在我们终于来到第一种，它也是让我重新思考营养护关节方式的一种蔬菜和吃法。第一种，发酵甜菜根做成冷藏泥食用。甜菜根不是你平常常见的普通红色蔬菜，它的深红色来自甜菜红素，而甜菜红素是一类非常特殊的色素。和花青素不同，它属于甜菜碱类色素，在植物界中非常罕见。这种成分有一个特别之处，使它在关节保护研究中受到关注。甜菜红素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同时被发现与抑制环氧化酶通路有关，而这条通路正是许多消炎药物的作用靶点之一。2023年发表在功能食品期刊的一项临床研究，追踪了112名早期膝骨关节炎成年人，持续18周摄入甜菜根活性成分的组别，在关节疼痛、视觉模拟评分和体力活动耐受性方面出现明显改善。在我读过的同类饮食研究中，甜菜根确实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天然食物，但真正决定效果的是吃法。普通煮甜菜根或榨汁当然也能提供一些甜菜红素，但先发酵再做成冷藏泥来吃，会让这种蔬菜变得完全不同。乳酸发酵过程中，有益菌会把较复杂的甜菜红素分子分解成更小、更容易被肠道吸收的片段。2022年食品化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发酵甜菜根中的可利用甜菜红素含量明显高于单纯煮熟后的甜菜根。也就是说，同样是甜菜根，经过发酵后进入血液，被身体利用的活性成分可能更多。在家制作时，先把甜菜根去皮，切成薄片，蒸到完全变软，然后彻底压成泥，加入1/4茶匙海盐，再加入1汤匙原味酸奶中的乳清或酸奶液体部分，用来引入发酵所需的乳酸菌，把混合物紧紧压进玻璃罐中，尽量排出里面的空气。盖子不要拧得太死，放在室温下48到72小时，你会闻到轻微酸香味，这表示发酵正在进行。之后把玻璃罐放入冰箱冷藏，通常可以保存大约2周。每天晚上睡前吃大约3汤匙冷藏发酵甜菜根泥，再搭配1小把核桃或者1茶匙橄榄油，提供脂肪帮助吸收。冷藏温度很重要，因为它能让发酵产生的代谢产物保持稳定。重新加热会破坏一部分发酵带来的营养优势。2023年营养素期刊的一项韩国研究指出，发酵过程还会产生新的甜菜红素代谢物，其抗氧化能力可能高于原始成分。这些代谢物被观察到更容易集中在关节、滑膜和软骨区域的细胞中。关节软骨没有血管直接供应，营养依靠滑液渗透。任何能帮助滑液质量和关节内环境稳定的成分，都对软骨存活有间接支持作用。研究显示，连续12周夜间摄入后，部分参与者的关节软骨相关影像学指标出现改善趋势。市面上的普通补充剂很难完全复制这种发酵食物对关节内环境带来的综合作用。这就是今天这份清单的最后一种。今天分享的内容都来自已发表的营养与关节健康相关研究。更重要的是，这6种蔬菜并不昂贵，也不遥远。只要知道正确方法，它们都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的关节在睡眠中进行重要的代谢修复，把合适的营养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形式送给身体，就是对长期关节健康最聪明的投资之一。今晚先从其中一种开始，然后慢慢坚持下去。真正持久的改变往往就来自这些小而稳定的习惯。如果这个视频让你学到新的知识，请订阅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内容。
我还会继续分享更多值得你认真了解的研究，感谢你的观看。